大家好，我是小高姐，今天我们聊一聊高筋粉、中筋粉和低筋粉。除了讲讲常识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关于面筋鲜为人知的知识点，知道了这个知识点可以解锁很多的面食做法。这个试验我选择了同一个品牌的3种面粉：高筋、中筋和低筋，每一个碗里头是200克，分别加入等量的盐和室温水。前面很多人问到这个盐的作用，实际上加入盐有利于面筋的形成。揉成面团。高筋粉和中筋粉的表面都比较光滑一些。这个是低筋粉，低筋粉的表面它会开裂，很难揉到完全的光滑。醒面1个小时。1个小时之后，黄颜色的碗底有点凸起，所以这个面团看起来有点大，但是实际上是一样的大小。现在我们来洗面筋。这个揉抓的过程可以使面团中的淀粉分离出来，从而剩下一块完整的面筋。洗下来的水呢，就是小麦的淀粉水。后面我用清水又把它过了几遍，直到这个水清为止。高筋粉、中筋粉和低筋粉，这个结局有点出乎意料吧？是的，你没有看错，中筋粉洗出来的面筋最多。这个实验只是想给大家呈现一个事实，但是呢，就是拿中筋粉和高筋粉来说，面筋含量的多或者是寡，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，很多时候还要取决于面筋本身的性质。再有就是这个面粉是否被漂白过。这个试验你也不需要做，因为你家门口超市里卖的最普通的面粉，一定是最适合最家常的面食制作，这一点厂家早已经帮我们计算好了。前面是常识，虽然这个常识跟你常常认识到的还不太一样。下面我们来讲关于面筋的一个很少被提及的知识点。干的面粉中间是没有面筋的，而是由面筋的2个组成部分。当它们遇到水之后呢，会融合，会结合在一起，而生成面筋。所以你可以通过加入水和油的时机来改变这个面团中面筋的结构。我给你举2个例子。第一个是炸麻叶儿。第一步，先放入油，用油把这个面粉颗粒包裹起来。到后面再加入水的时候呢，这个面筋就不能顺利形成了，所以最后你炸出来之后呢，是这个非常酥脆的一个口感。第二个是吐司面包，我们先加入水，给它20分钟的融合时间，然后再加入油。这个油可以让面包柔软，但是不会影响它的面筋结构。这样子你烤出来就是这种拉丝的状态。看到这里，你是不是豁然开朗了？这就是为什么我每一次和面的时候，刚开始都不揉面，其实是让这个面筋自己融合，让时间帮助我们揉面。我是小高姐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